我们先从最简单的胰岛素抵抗的概念说起，然后我们再去解释它比较复杂的一面。简单的胰岛素抵抗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在抵抗胰岛素？其实我们的细胞在抵抗胰岛素，尤其是吃高糖饮食的人呢，我们的细胞是依赖葡萄糖提供能量的。我们透过饮食摄入了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在我们身体里面转变成了葡萄糖，然后送到我们血管里面去了。理论上来说，到了我们血管里面去以后，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去被细胞用。但是它的关系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的细胞是受细胞膜保护的，任何东西要进到细胞膜的里面，它都是有一个很严密的机制，它不可以随便进去的。我们的细胞膜的表面有一个门，这个门呢是专门给葡萄糖设计的。这个门的旁边呢有一个门锁，开葡萄糖的门的门锁，它那把钥匙叫什么呢？叫做胰岛素。胰岛素是一种激素，你们记住，所有的激素扮演的角色都是信号，它们是发送信号的。所以胰岛素就是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插到你的细胞膜的钥匙孔里面去的时候，这个信号就进到了细胞的里面，然后细胞的里面就开始出现一个很复杂的动作，然后呢，细胞的里面细胞的主人就会通知葡萄糖的门说你可以把门打开了，那么葡萄糖的门才会打开，容许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去，你的细胞就有葡萄糖可以用了。所以这个是简单的讲解葡萄糖跟胰岛素的关系啊，要有胰岛素，葡萄糖的门才会打开。如果你饮食里面吃了比较多的糖，你细胞的表面有很多葡萄糖的门，你的身体就会制造很多的胰岛素出来，开更多的门，容许你的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去。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要在2个小时左右把这些糖通通送到你的细胞里面去。我们的身体不喜欢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升高然后停留太长时间，所以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制造更多的胰岛素，把这些葡萄糖赶快送走，离开我们的血液，进到细胞里面去。那在现代人的饮食环境里面，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几乎到了70%左右了。我们每一餐饭吃完了以后，我们身体里面转化出来的葡萄糖的量是非常多的，我们身体就需要制造很多的胰岛素来处理这些糖啊。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同样你身体细胞数的数量并没有变化，可是胰岛素的量呢很多，因为你吃的糖多嘛，所以你身体制造很多的胰岛素。好了，现在发生一个现象，时间久了以后，我们的细胞啊对胰岛素开始不那么敏感了，有点麻木了，就好像抽香烟的人要越抽越多一样的道理。你的细胞适应了高胰岛素了，所以这个时候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了。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原本你身体制造这么多胰岛素，细胞就容许葡萄糖的门打开的，这个时候门不开了，你要制造更多的胰岛素，它才愿意开门的。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的胰岛素不知不觉的就变多了，尽管你的糖并没有吃更多，但是你身体制造胰岛素变多了，因为你的细胞对胰岛素产生抵抗了。你的饮食一直吃这么多高糖食物的话呢，你的这种抵抗的现象会渐渐的恶化，因为细胞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又习惯了，又麻木了，你要再制造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够处理这些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大有感觉的，你扎手指头测糖呢，你也看不出来糖有明显的变化，尽管在这个背后你身体制造了很多的胰岛素了。所以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不会有任何警觉啊。你说你看我吃了高糖饮食吃了这么多年了，我的血糖依然很漂亮，你忘记了背后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你身体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胰岛素，你毫无所知啊。这个时候就意思就是你的胰岛素抵抗越来越严重了。我跟各位说，这种类型的胰岛素抵抗啊，我们可以简单的叫它叫做肌肉型的胰岛素抵抗。叫它肌肉型是一个统称啊，不要钻牛角尖说哦，就是只跟肌肉有关的，不仅仅是肌肉细胞啊，脂肪细胞也一样会胰岛素抵抗。因为我们身体吃了太多的葡萄糖，我们身体用不完的葡萄糖会被肝脏转化成脂肪，这些脂肪送到脂肪细胞里面去储存的时候也需要胰岛素啊。肌肉细胞、脂肪细胞，身体的细胞在抵抗胰岛素，我们简称它为肌肉型的胰岛素抵抗，这个非常普遍。大部分的人刚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都是这个类型的。比较少人知道的另外一种胰岛素抵抗比较麻烦的，叫做肝脏型的胰岛素抵抗。什么叫做肝脏型的胰岛素抵抗呢？现在这个年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人越来越多了。脂肪肝是什么意思？脂肪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的肝脏外面包了一圈脂肪，不是的。脂肪肝的意思是有一些甘油三酯啊，你的身体处理不了的送到你的肝脏里面去了，存在你肝脏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啊，叫做脂肪肝。所以并不是说你的肝脏表面出现了脂肪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在你肝脏细胞的里面，你可想而知，如果你肝脏细胞里面的脂肪变多了，你肝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了。肝脏是我们身体代谢食物、代谢营养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了，所以脂肪肝对我们的健康很不利。
是因为它就是我们身体代谢的中心啊，代谢食物的中心啊。轻度嘛，它影响不大。可是当你的脂肪肝慢慢从轻度的脂肪肝发展到中度脂肪肝的时候，你的肝脏估计就开始肿了。因为你肝脏细胞里面存了脂肪，它体积会变大，那你肝脏细胞每一个体积都变大了，你肝脏不就肿了吗？可是你肝脏尽管会肿啊，你的腹腔跟胸腔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它肿了以后它就挤在里面啊，继续往下肿。脂肪肝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事情啊，发生了。这个是我们的肝脏，就在我们肝脏紧紧靠在肝脏的下面，就是胰腺制造胰岛素的地方，也是探测血糖高还是血糖低的地方。我们的血液流经过胰腺的时候，它可以探测血糖高了，胰腺就制造胰岛素出来了；血糖低了，胰腺就会制造升糖素出来了。血液是我们身体循环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系统啊，所以胰腺需要血液经过胰腺的时候去探测它的信号。进到胰腺的动脉血管从哪儿过去的呢？进到胰腺的动脉血管是从肝脏下去，是穿过肝脏到达胰腺的。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你的肝脏是正常的肝脏，进到胰腺的动脉也是正常的，所以呢，血液的循环一切都是正常的。这边顺便跟各位提一提，我们的血管从粗的血管到细的血管到微血管，越到了后面越细小，最后变成微血管 capillaries 微血管。为什么是微血管呢？我们在主动脉、大动脉出血管的时候，我们血液流动的速度非常的快，我们身体血液每1分钟循环一次啊。可是我们的身体在做营养的交换，在做任何物质的交换，任何的氧气进到细胞里面，然后交换出来的是二氧化碳，营养进到细胞里面就交换出来的是废弃物。那我们很多的东西是需要送到细胞里面去，然后再从细胞里面把它带走的。这个动作全部都是在微血管里面完成的。因为到了微血管，血液流动的速度就很慢了，它一定要在一个流速相对比较慢的环境里面，它才能够完成这么精巧的交换的工作。同样的，这个血液流经我们的胰腺的时候，我们的胰腺需要去探测你的血糖正常还是不正常，它也是在微血管的环境里面，它在一个流速相对比较慢、稳定的比较慢的流速里面，它才能够正确的去做这件事情。可是现在你的肝脏呢，因为脂肪肝的关系，你的肝脏肿了。当你的肝脏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压迫到去你胰腺的动脉血管了。动脉血管是穿过肝脏去到胰腺的。当你的肝脏肿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去到胰腺的动脉血管就被压迫了。你们都玩过橡皮水管的，你把水龙头打开，橡皮的水管哗哗的流，你把这个水管捏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水的压力变大了，流速变快了。同样的道理，当你的肝脏肿了，肿到一定程度了，去到胰腺的血管被压迫了的时候，去到胰腺血液的流速就改变了，它的流速就变快了，它的压力就变大了。这个时候在胰腺的微血管里面，信号就变得模糊了，因为血流的速度太快了，交换信号、交换物质的通通改变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出现了信号的错乱、信号的混乱。有很多朋友来找我说，为什么我空腹血糖很高，餐后血糖反而很低？有的人说，为什么我血糖该高的时候变低了？一般人饭后血糖变高的，他饭后血糖反而变低了。信号错乱了，各位，信号错乱，这个叫做肝脏型的胰岛素抵抗，它表现出来的是错乱的信号。你身体该制造胰岛素的时候，它不制造胰岛素；不该制造胰岛素的时候，它制造胰岛素了。所以你发现血糖怎么搞的，满屋顶都是，完全不合逻辑的血糖变化，小心肝脏型的胰岛素抵抗。所以胰岛素抵抗这两种类型有的时候同时存在的，所以它可以对我们带来比较复杂的影响，然后让你觉得捉摸不定的。可是解决肌肉型胰岛素抵抗和解决肝脏型胰岛素抵抗的路径是一模一样的。肝脏里面过多的脂肪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的，你把它用掉啊。当你身体在高度利用脂肪作为能量的时候，肝脏里面的脂肪是你身体会优先使用。我们身体知道该救自己的时候先救自己的，肝脏懂得自救的。所以脂肪肝是一个完全可逆的毛病，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解决脂肪肝的问题，唯一让你的身体开始燃烧脂肪，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当你在吃生酮饮食的时候，你严格控糖，你的肌肉型的胰岛素抵抗和肝脏型的胰岛素抵抗都会得到改善。